2026年上半年，臻鼎交出了一份真的会让人倒抽一口气的成绩单。你看看 ，EPS 直接翻倍来到3.55元，这绝对不是单纯的营收膨胀哦，这是彻底的质变。而且最让人兴奋的是，他们把原本用在手机端那种超高精密的 MSAP 类载板技术，直接搬到 1.6T 光模组上，良率竟然一口气突破90%，这完全是技术上的降维打击啊！今天我们就直接切入核心，带大家看懂这场超精彩的 AI 转型大戏。我们先来看这个超级关键的数字，第二季单季毛利率直接冲上 23.1%， 这不仅创下他们历年同期的新高，背后更代表着臻鼎已经成功把庞大的营收规模转换成实实在在热腾腾的高毛利现金流了。也就是说，他们现在不只是在传统 PCB 市场拼量，而是非常精准地一口吃下了 AI 算力基础建设里最肥美的那块肉。说到这块最肥美的肉，就绝对得看 MSAP， 也就是类载板制程。大家要知道哦，传统的 HLC 高多层板根本就吃不下 1.6T 光模组那种超细线宽的严苛要求。但臻鼎厉害在哪？他们把过去在苹果旗舰手机上练兵好几年的 MSAP 经验，直接横向移植过来。结果呢，在泰国厂和淮安厂双双标出了 90% 以上的高良率。业内的人都知道这有多难啊，这一步直接让他们横甩对手，目标根本就是直指2027年全球最大的高阶光模组 PCB 供应商。真的，数据会说话。从画面上这个营收结构的变化，我们就能看出端倪。你看 AI 伺服器、光模块，再加上 IC 载板，这三大高阶产品线，在今年上半年强势标出了年增113% 的惊人表现。他们在整体营收的占比也直接从去年的11.7% 一举跃升到21.6%，这就完美证明了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超强的技术护城河，已经扎扎实实的转换成了营收板块的结构性大洗牌。这就是所谓 1ZD 战略最可怕的地方啊！它可不只有光模组而已。在 AI 伺服器主板这块，他们用 IDHC 加上 HLC 的混合制程，再结合超高难度的雷射盲白孔技术，直接跑去挑战纯 HLC 霸主的地位。更夸张的是什么？是先进封装载板，那个158×158毫米、高达28层的超大尺寸 ABF 载板，他们不仅已经成功突破了，现在甚至还联手外部的半导体策略伙伴，提早卡位次世代的玻璃基板，还有 TGV 玻璃瞳孔技术。这根本就是精准瞄准了未来 AI 晶片封装最头痛的散热和讯号耗损问题嘛。当然，有了顶尖技术，还得有庞大的产能来支撑。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臻鼎极度激进的全球扩张版图。淮安 HD 园区8月刚刚封顶，预计明年3月就要投产。深圳第3园区也在7月动土了。但这里面最让人跌破眼镜的，绝对是泰国 PA01 厂。你懂得，通常海外盖新厂初期都要熬过一段超痛苦的亏损期。结果泰国厂在今年7月，也就是投厂还不到1年的时间内，竟然奇迹般的提前实现了单月损益2平。能办到这一点，背后最大的工程绝对是他们那套半导体级的智慧制造系统。他们玩了一手超神的操作，叫做 Copy Exactly。先用数位双生技术，在虚拟环境里把建厂彻底模拟过一遍，然后直接透过臻鼎云，把中国母厂里那些超高良率的黄金参数原封不动地跨国推送到泰国厂。这等于是直接跳过了传统 PCB 厂最痛苦、最烧钱的机台调教跟摸索期，一出厂就直接标出超高良率。这套系统真的是太硬核、太聪明了。如果我们把视角拉高，看看整个产业的竞争格局，就会发现臻鼎这种全满贯的打法，跟专攻单一赛道的对手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你想想，软板有台骏，有日本大厂，光模组那边有华通，伺服器主板有金像电，载板更有星星。像我们7月底才刚解析过星星，因为 T-Glass 全球大缺货，星星靠着多替代材料卡位 AI 算力，还绑定了 Intel 的 EMIB 跟 CoWoS， 手握50%良率保底合约，负债比低到只有12%，直接从代工小弟变身定价大佬。面对这些各自赛道的王者，臻鼎虽然算是后发追赶者，但他们赢在产品线最齐全，抗景气波动的防御力绝对是点满的。更何况，华通虽然是低轨卫星的绝对王者，但在 1.6T MSAP 的转型上就显得稍微慢了一点。而金像电虽然是30到40层纯 HLC 压合良率的霸主，但臻鼎现在可是拿着 IHDI 加 HLC 混合制程在后面狂追啊！再加上对玻璃基板的超前部署，臻鼎现在的抗打击能力真的是全方位的。除了技术跟产能，我们还得看更关键的财务安全垫。
真顶砸大钱，搞这么庞大的产能扩张，绝对不是在盲目豪赌。你看，他们早就跟北美一线的 CSP 云端大厂，还有那些 AI 晶片巨头，把产能给牢牢绑定了。部分最高阶的专案订单，甚至已经一口气锁定到了2029年。这种带单建厂的聪明模式，可以说大幅度降低了未来产能变成蚊子馆的闲置风险。好，拼完真顶是怎么靠着这套超狂的 OneZDT 策略，在全球 PCB 和 AI 光模组赛道上强势单挑各大霸主之后，接下来我们要来聊一点更残酷也更让人头痛的议题，也就是真实存在的地缘政治风险。你想啊，现在全球供应链都在喊着要去中国化，但核心产能依然重压在中国跟香港的真顶，这究竟是掌握了资本运作的最高智慧，还是把自己推向了地缘政治的风口浪尖呢？所以不管你有没有赚到这一波，不管这次的解析对你有没有帮助，请先帮我订阅按赞哦，这样才不会错过我们每次帮大家搞懂公司核心布局的深度专题。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强烈的矛盾对比。你看画面上的对比图，北美那些 CSP 大厂，像是 AWS、Google、微软、NVIDIA， 他们的合约可是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有严格的非红供应链条款。也就是说 1.6T 光模组和 AI 主板绝对不能在中国生产。不仅如此，美国 BIS 的出口管制现在也一路延伸到了 ABF 载板和 MSAP 新冠的高阶设备。虽然真顶在泰国扩厂的速度很快，但他们最庞大的产能命脉，像是深圳、淮安跟秦皇岛，依然是深深扎根在中国的。这就代表他们随时都要面临海外高阶设备跟软体被无预警断供的致命风险。另外一个会让估值被打折扣的隐忧出现在资本市场。真顶原本计划要把负责载板的子公司李鼎推到香港交所去挂牌上市，但现实是，现在香港的金融环境已经高度内地化，外资流失的情况相当严重，再加上中国的外汇管制变得越来越严格，庞大的获利如果都留在 A 股的子公司棚顶里面，那笔资金是很难随便汇出来支援台湾、美国或泰国的海外调度的。最尴尬的矛盾点在于，如果他们想透过刚刚提到的真顶云，把中国厂那些超棒的高良率参数跨国传输给泰国厂或是李鼎，马上就会卡到中国数据安全法的严格审查，同时还要小心踩到美国实体清单连坐的红线，这根本就是一场无解的双重忠诚困境啊！那这就带出了我们今天最严苛的一场财务压力测试了。2026年，他们的资本支出上看800亿新台币，这么恐怖的数字，随之而来的就是超庞大的折旧费用。大家一定会问，这会不会一口吞噬掉他们好不容易才拉升起来的获利？而且，万一玻璃基板取代传统 AB 载板的速度超乎预期，这笔800亿的投资，搞不好会直接变成一个填不满的折旧巨坑。不过幸好，我们摊开财报一看，真顶账上的净现金高达261.5亿元，这笔满满的现金可以说是给了他们一套极度厚实的抗风险防御装甲。最让人意外的还在这里，在这种近乎疯狂的激进扩张下，他们的负债比竟然逆势降到了39.7%，这可是近6年来的最低点啊！他们非常聪明的透过可转换公司债，也就是 CB 来转股，成功达到了去杠杆的效果。也就是说，只要2027年淮安 HD 园区能顺利投产，再配合 1.6T 光模组的大爆发，这些 AI 高毛利产品带来的效益将会远远大于折旧带来的冲击。只要过了这一关，这场高杠杆的营运豪赌，就算他们赢了。说到这里，很多人一看到财报上存货飙到285.9亿元，销货天数也拉长到了67天，可能心里会先抖一下。但如果我们切换到产线第一线的角度来看，这根本就是超级战略性的原物料囤积，好吗？你想想，面对接下来那一波排山倒海而来的 AI 伺服器跟光模组订单海啸，现在不赶快提前疯狂备料，难道要等到满手订单的时候，才让几百亿的机台在那边空转等材料吗？那才是真正的灾难吧。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会，这绝对不是什么库存滞销，这叫做粮草先行。好，如果我们把时间轴拉长，好好摊开这张 OneZDT 的长期战略蓝图，你会发现节奏非常清晰。从2025年的 AI 全面转型，到2026年 1.6T 光模组的超级爆发期，营收预计会呈现倍数等级的喷发。而且他们野心真的超级大，2027年的中期目标就是直接空降拿下全球高阶光模组 PCB 的龙头宝座。这背后最大的底气就是他们那套半导体化的智慧制造，还有别人学不来的超高良率护城河。另外，大家别忘了，端侧的 AI 手机开始导入 MSAP 技术的 AI 眼镜，甚至是未来商机无限的人形机器人，这些可都是默默推升单机价值的隐形货件哦。所以你看画面上的这张图，它能对于2030年的最终目标可以说是非常的明确。
AI 伺服器、高阶光模块，再加上 IC 载板，这3大高价值引擎，目标是要占据整体营收的45%到50%。这个数字意义非凡，这等于是正式向市场宣告，臻鼎即将彻底摆脱过去高度依赖传统行动通讯的旧框架，完美蜕变成纯度极高、血统纯正的 AI 高阶基础设施大龙头。单就技术面来看，从 MSAP 跨界到次世代玻璃基板，再从神奇的臻鼎云到泰国厂不可思议的提早损平，他们确确实实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那种降维打击的硬实力真的是毋庸置疑。但是，如果我们把视角拉回现实，面对眼前暗潮汹涌的地缘政治风暴、无解的双重中程困境，再加上800亿资本支出所带来那座沉甸甸的折旧大山，臻鼎究竟能不能顶住压力，在2027年迎来获利的全面大爆发，并且正式登基成为 AI 基础建设的王座呢？这个问题绝对会是未来几年科技圈跟资本市场里最精彩也最值得我们持续关注的一场世纪战局。